这样我蛮好奇，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离开的人留下的物品？有一些物品其实它是有抚慰的功能的。肥猫那时候是因为肾衰竭过世了，突然它就不在了，就要赶快去收拾它的衣物，其实是很难的，对我来讲。所以在整理方面我这一个 memory box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会想起一个衣物分类的方式，可能衣服转做成枕头断舍离其实并不是丢弃掉那一个思念。我想问一下，这个箱子是什么来的？这个箱子其实是我的一只宠物肥猫的一个算是纪念箱吧，然后有它的一个样子。它是一个米克斯，就是mix 然后它的样子，这是它过世之后才做的。其实肥猫那时候是因为肾衰竭过世了，还有留下它的毛，它的一些毛。这个是肥猫过世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它的那个火化仪式嘛，就是把它的藻放在上面，然后把它的这个藻留下。这些是有点留下来做纪念但是也是会有点难过这样子。其实就是在过世最后那一段时间，如果讲要整理的话，比较难整理的是它的那些吊水的那一些东西你想想下，你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1-2天要背它去验血，然后吊点滴然后你突然它就不在了，然后你就要赶快去收拾它的衣物，其实是很难的，对我来讲，那时候是有点觉得怎么自己就没有办法被理解这样子只是我会希望说如果是有机会的话，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所以可以的话就好像希望给多点空间和时间去不要那么快催促我去整理这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有这一个衣物整理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很好，可以让你过渡那一个心情。当然肯定会很伤心因为整理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回忆。其实你做的非常对，所以在整理方面我觉得有这一个 memory box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遇见到了一些物品，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你又觉得是很有纪念价值的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一个 memory box 里面。当你想念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定期去看它，其实真的是可以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吧我可以这样说对吗然后定期，我的建议就是定期你可以再回顾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其实这一个东西你可以永远记着它的然后你觉得大可不必守着了，因为物品会退化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考虑断舍离那这个时候呢，我当然并不会建议他们直接把东西断舍离啦因为很多时候你当你看不到那个物品，你就想不起那个回忆了。对，所以我会建议委托人一个方法，就是数码化收纳。就是把东西拍下来照片，反正现在 cloud 也是云端收纳也是很方便的嘛。我觉得拍照下来收起来，然后得空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那我其实蛮好奇在辅导员的角度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引导丧亲者去处理离开的人留下的物品呢？其实丧亲整理的那个亲人其实是有蛮多的情绪的，所以有情绪触景伤情，或者是不想整理，情绪很满都是很正常的。在我自己陪伴丧亲者的路上，然后我自己也经历一些亲人的过世或者是肥猫的一个过世的一个路上，其实我发现其实要整理其实是不容易的，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会有很多情绪的，就不需要那么急着去收拾，可以根据自己的步伐去走，舒服自在的方式去慢慢的整理，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空间这样子。就看那个当事人他有没有准备好，其实也不需要急着去处理，等准备好的时候再去整理就好了这样子。其实这个和我们整理是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我们整理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鼓励我们的委托人去强迫他们的亲人去做断舍离或者是整理因为当他们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他们就
不会喜欢这一个动作了。这样我蛮好奇你们是怎么样去分类和处理？其实我们很少会遇到那个主家，我们所谓的陪伴的上亲者来跟我们主动提及的。是有时候会提到，只是提到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一个遗物分类的方式，这样子，他就先把那个遗物分成有用和没有用的，然后接着再分类，会想起它，然后不会想起它，这样子。如果是没有用又不会想它的，对吗？就可以直接的断舍离掉就好了。有用不想它，就是看你有没有想要留下咯，你就可以环保啊，或者是转送给别人都可以，就是让物品也是有一个重生的机会。其实和整理也是很像的，因为当我们说时间到了，你就要处理 Level 6 box 嘛，但是所谓的处理 Level 6 box 不一定是丢。断舍离它不一定是丢，可以像是你说的转让啊、二手转卖啊，或者是拿去回收啊，或者是捐出去也可以。有用又想它的，就是要看你当下的情绪状态啦。你可以承受，你可以允许它跟你一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留在你身边。好像可能衣服啊，可能做成枕头啊，或者是抱枕这样子，就留在自己身边，这样子也是一个留存记忆和连接对方的一个方式，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遗物在创作。遗物在创作，对对对，很有趣一下，可以 apply 进我的整理生涯。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同时连接他们逝去的亲人这样子。如果想他又没有用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变成是好像 memory box 这样子，就留在那个 memory box 里面。你有想到的时候，你就拿出来看，或者是怀念这样子。有一些物品其实它是有那个抚慰的功能的，就好像我肥猫的物品这样子，留下那个盒子嘛。里面有他的娃娃或者是他的照片，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会连接我跟他的回忆。但是有时候这些娃娃啊，或者是照片啊，都是就是会坏掉啊，或者是没有这样子。其实有一些记忆啊，或者是对肥猫的爱啊，其实是可以超越那个物质的部分啦。所以就算有一天那个娃娃不在了，或者是那些照片不在了，所以留下来的回忆还是会留在我心中，然后也是可以持续去跟它连接。其实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就是它可以留在心里，就像我们的 memory box， 它不一定是实体的，它也是可以放在心里面，然后让我们永远去记得它。和辅导员交流之后，我发现其实整理和在面对离开的亲人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整理物品的时候，而是要通过这一个仪式来了解到，或者是感谢曾经的那个人在我们生命中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回忆。当然，在数码化收纳这一方面或者是当你决定要断舍离掉那一个物品，其实并不是叫你丢弃掉那一个思念，或者是割断你和他之间的连接，而是可以让它更有形式的收藏在你的心里。就是过程里面整理了整个空间，好像是有经过一些情绪上的梳理的感觉，就是有整齐了，好像有一些空间被释放出来，这样子就可以运用那个空间再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也学习到，其实也是可以透过数码的方式去运用，可以在遗物整理上是一个可以参考的部分，这样子。